如何结合我这张金融模型的估值来结合自己的操作，做出最好的一个策略。我们的乐观党啦，乐观党我们给到的是 Good morning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金沙，欢迎来到全网最具专业深度的美股频道。今天我会用一个视频告诉你 Meta 究竟能不能限价买入，到底是抄底还是接飞刀呢？ Meta 于这个10月29号发布了 Q3 第三季度的财报，受到消息影响，股价从高点回落近20%，并不是因为公司的营收不好，恰恰相反，这个 revenue 营收创了历史新高，51.24亿美元，同比增长26%，这个其实是超预期的。但是问题出现在两件事上，第一， Meta 这次承受了一个大约159亿美金的税务一次性冲击，这是跟特朗普最新的税法有直接效果，一下把 EPS 每股收益压缩到只剩1块多，所以财报上看上去像是爆雷了。但如果你把这个一次性税务拿掉， EPS 本来能到7刀多，哎呀，其实是打败华尔街预期的。第二个问题更加严重，也就是市场真正害怕的， Meta 又把2025年的资本支出，我们就叫它 CapEx 往上调，说是要花700到720亿去建 AI 的数据中心，还说2026年要花的比2025年要更多。市场一听这个就觉得，哎呀，你是要走当年烧钱玩元宇宙的那条路，所以股价继续下挫。现在 Meta 股价在我创作这个视频的时候是621块7毛1，所以这次下跌的真正逻辑其实不是公司赚不到钱，而是赚钱了，但你又全拿去做 AI 投资了。投资者要不要为你这条 Meta 的成神之路付这么高的价格？这也是我们作为投资者现在在想的。那么我们今天这条视频，我就要把这个问题进行量化。既然你 Meta 要花这么多钱，那我们就用金沙的金融建模估值模型来算一算 Meta 在这种高投入的路径下，在未来如若成人或者成神，现在的价格究竟值不值得买入？我希望各位能认真看完这一份研报。这一份研报采用的是绝对估值手法，和所有华尔街投行或者什么长线基金都会使用的一样的手法。我们就先说我今天用的是什么方法来估值。我用的就是最负盛名的 DCF Discount Cash Flow 折现现金流。它的核心其实很简单，比如说你投资一家餐厅，这个餐厅未来能给你多少钱，那个钱未来必须要打个折吧，对吧？因为钱是有时间价值的。那我们就把未来的利润加起来，看看你的餐厅今天究竟值多少钱。公司也是一样的， Meta 未来还是能赚很多钱，但中间这2-3年它要先砸很多钱去做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我们就把赚的钱和要砸的钱一条一条拉出来，看看剩下的价值究竟剩多少。这就是今天金沙的估值模型。最重要的一点，你们要记住， DCF 是少数能把高增长和高投入同时写进一张表里面的方法。所以像 Meta 这种营收炸裂 CapEx 也炸裂的季度， DCF 其实特别好用。我会记住未来5年的数据，从公司的成长带到公司营收的提升，然后折现回来加到一起，然后结合上增长率、利润率，再减去成本，例如什么资本支出、折旧、税务，从而达到它的自由现金流，然后再结合无风险利率和目前市场的环境的加权资本成本，以及无数我不过多赘述的繁琐计算方法，从而得到大家最关心目前股票的内在价值。我会分成三档，第一档 conservative 比较悲观的这个 case， 第二档就是 base case 相对中性的估值，第三档就是叫它 optimistic 相对乐观的估值。好的，那我们就先把最新的财报跟你们看到目前这张 DCF 的这个 Excel 对一下。财报说 Q3 收入 51.24 billion， 广告还是主力，广告展示量涨了 14%， 每条广告价格还涨了 10%， 说明不是靠打折来卖的量，
是靠产品力以及 AI 的投放效率在拉动它的收入，这一条是健康的。你们看到我这一份 DCF， 我这里是做到2030年的一条营收曲线，你们能看到这儿。2025年的财报还没有出，2025年这个财报按照华尔街的预估，普遍拉到了1985亿美金左右，就是在这儿取的。目前还没有出今年的年报。2026年拉到了2339亿美金，在2030年，华尔街给到了4072亿美金的收入，这其实是一条非常明显高基数上继续增长的曲线。也就是说，我们这份模型用着不只是 Meta 要见顶的故事，而是 AI 加广告加社交媒体多端内容还会持续放量的故事。这一点也跟他财报里面说，继续要大笔投资 AI 是对得上的。所以第一层设定，你们能看到 Meta DCF 的增长假设，我也没有用一个特别离谱的乐观预测，所有数据都是相对贴着公司目前电话会议业绩展望的趋势进行预测的。我们接下来就要说市场为什么怕，我们把它下跌的原因进行量化，就很清晰明了了。财报说2025年它的资本支出要到70到72 billion， 而且 CFO 还说了2026年会显著高于2025年。这句话其实就是股价下来的出发点，因为对于大部分投资人来说， AI 目前的商业化节奏还是慢了一点。你花的钱今年确实就是花了出去了，这个服务器、数据中心、什么 H100、光纤，这些都是正儿八经的现金支出。但你真正要靠 AI 赚到的钱，还得猴年马月。投资者目前没有那么给面子，相反，投资者更想看到的是广告效率高一些，社交媒体利润生成多一些。你们能看到 CapEx 这里其实是有一段高台期，就是这两个。好了，我也想结合一下之前说的70到72 billion， 其实 Meta 今天也出了个新闻，所以我稍微下修了一些 CapEx， 它不会到那么高。2024年是这个372亿美金，到2025年一下就激增到687亿美金，然后26年才开始明显往下抬，这和 Meta 财报以及业绩展望完全对得上。我的理解以及所有华尔街分析师给出的展望都显示，Meta 不是突然变差了，而是它进入一个 AI 设施建设早期、重资产的年份，所以 DCF 建模要做的事，就是把这几年看起来很难看的自由现金流都给记下来，就是这儿。下面我就来正式拆解我的模型，金融模型。刚说了，2025年到2030年是一条正在往上爬的线，我没有假设 Meta 只靠广告。我在里面其实也默认它的 AI 能力会支持更多的内容形式以及更多的商业入口。这里大家就能看到，你们能看到 EBIT 在这里2024年还是在这个42的水平，后面逐年会往30左右去靠。因为公司在疯狂投 AI 的时候，利润率不会一直维持到最高点，这里是做的向下收敛的，这里是最保守也是最专业的做法。CapEx 资本支出其实我要分开讲，我这里 CapEx 跟管理层给到的70到72 billion 其实是大约一致的，再往后我把 CapEx 在营收的比例会稍微下修，因为我不会预设它永远烧钱，我会假设它把 AI 的地基铺完再吃它的产能。我们就到了 WACC，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个折现率。为了接近最真实的估值，我的数据都是基于我做金融模型的实时数据，所以我们能看到10年美债目前大约是 4.11% 的收益率。这里还有一个实时数据，就是 3.71， 相对主观的一个目前市场的风险溢价，大约能得到我们这个加权的资本成本大约在 8.86 左右，其实是一个非常像成熟大科技，但还是在高投入期的贴现率。然后我们也能看到很重要的 terminal growth 终端的增长率，我的模型的终端增长率给到了 2% 到 3% 左右，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因为美国的长期 GDP 大约就是在 2% 左右，你不能指望一家公司永远是 7% 的增长率。好的，现在就到了大家最爱听的部分，它究竟值多少钱？
我目前 DCF 给出的3档，我就直接说了。第一档就是我的悲观档，我给在的是339附近。这个场景其实就是增长没那么好，折现率高一些，长期增长也低一些，市场把你当成非常赚钱，但是资本开支还在高位的广告平台，距离当前价位大约是83%的一个隐含波动率，其实是挺高风险的。中位档我给到的是431美元附近，这个我觉得是目前最接近公司自己在讲的成长路线的，就是 AI 要投，营收会涨，利润率会下来一点，但是长期还是能回到高自由现金流的状态，但是距离目前的价格仍有40%的一个隐含波动率。最后呢，就是我们的乐观档啦。乐观档我们给到的是$656附近。其实这个就是市场目前正在交易的故事。AI 的变现能跟得上基础设施的投入，而且市场给你的资金成本也不会太高，也就是 AI 真能成大事的版本，也是目前所有机构在交易的一个价格水平。你现在来看盘面，其实财报后它也是跌过一次的，跌在了$618附近。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说 ，Meta 已经跌到了我们相对乐观的估值，并没有像之前那样严重的脱离我们的基本面，就是在这一块。所以我们能得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市场最近给 Meta 的定价，其实是在交易我金融模型这个 DCF 中比较乐观的那一档。因为 Meta 这种高科技 AI 挂钩的公司，相对投资者来说也是会给到相对较高的一个资本溢价。但是为什么听到2026年要花更多的钱，股价就跌？因为你把乐观故事的成本给提高了。我们来看一些图表吧，这些图表能反映映射 Meta 一个未来价格的走势。第一张图就是 Meta 未来增长营收的路径。蓝柱子就是我们的营收了，呈现就是它的这个同比增长率。你能看到新冠疫情后的时间增长放缓，但是突破了2025年以后，进行会重新上行，反映 AI 与广告优化带来的复苏。逻辑上这一段就是 DCF 的起点，未来能赚多少钱，决定于收入能不能持续增长。第二张图就是资本支出和它的占比收入的比例，你能看到2024年和2026年会有一个明显的高峰，之后会逐年下降，因为目前短期的 Capex 属于高位水平，短期的 Capex 会拉高，长期会逐步的正常化，对应 DCF 里面的自由现金流会逐年修复。这张也是我们模型的核心概念图，分为低、中、高3档估值水平，对应3种假设情况下的内在价值。当前股价就是橙柱子，处于一个中和高之间，意思代表的就是市场部分反映绝大部分的增长潜力，但仍然处于模型乐观的价值模型估算。如果市场持续火爆，存在合理的上涨空间。最后一张图就是 Meta 股票的走势，结合3个我给到内在价值的估算，能看到目前股价还是处于一个高跟中之间的。说明什么呢？市场已经定价90%左右的 AI 预期，但如果 AI 基础设施已经开始兑现，高利润率开始兑现，仍有向上的修复空间。如果你是中短期投资者，这个点位入场不一定是最佳选择。我说了那么多数据，也给大家说一些真正的干货吧。目前的投资动作，我们如何结合我这张金融模型的估值，来结合自己的操作，做出最好的一个策略。目前市场其实是贴合这个比较乐观的在走的 optimistic， 所以我大概率不会在这个位置会大仓入场，我会等2个信号。这个你们也可以参考，针对不同投资风格的人会采取不一样的策略。一个是股价自己回到我们 DCF 的中位区，就是这一个。我个人会进，而且是大仓进，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Meta 讲的故事。7姐妹中，我也比较认可能拿10年的股票。
我其实也是一名价值投资以及基本面的信仰者，然后等待年报出炉，把 Capex 跟它的增速说得更加清楚，或者说2026年会不会往上再加很多的投资，这会让 WACC 就是我们的加权资本成本的敏感区间好看很多。短期炒作者来说，目前的估值其实已经很接近我的乐观估值附近了。如果你相信未来股市会持续震荡走高，目前来说这个价位，只要 AI 的故事还在继续讲，其实是有一定的机构投资者会寻求建仓一些 Meta 的。结合市场目前对高科技估值的溢价， Meta 的溢价会相对低估，对比起别的七姐妹来说，在模型中也显示没有一个比较离谱的估值。最后，你如果是长期持有型，你相信 Meta 这条 AI 基础设施真的能养出新的业务，比如说什么元宇宙啊什么的概念，那么现在这个回调也不是不能买，但是可以打入一个底仓，要结合你的仓位，一定要控制风险。这就是我对 Meta 做的绝对估值的模型。你们以后看到，这个公司要投到 AI， 投在数据中心，财报不好看，都不要慌，不要看到新闻说今天公司涨了，明天公司跌了就怎么样。你们一定要对自己投资的股票心里有一个清晰的估值。你们要相信，所有公司的股票涨势都是有周期性的，时间长了也一定会回到中性的估值水平。当然，未来所有的热门标的以及热门公司，我都会用所有机构在用的建模手法，给大家做一个准确的估值。最后，你们想看哪一家公司？英伟达或者什么 Palantir、特斯拉，你们想看什么？请把答案放在评论区。最后，给金茶点一个关注，我会持续给大家输出优质的财经内容。关注点一点，点赞走一走，评论来一波。下期再见，拜拜。